第二部分。第一章，印度洋。这是这次海底旅行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以珊瑚墓地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结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尼摩船长的一生都在这片广阔的海洋中度过，甚至想在最深不可测的深渊中为自己准备坟墓。在那里，海洋中的任何怪物都不会打扰鹦鹉螺号上客人的安息。这些朋友无论生死都紧密相连，也没有任何人类。船长补充道。他始终对人类社会抱持着那种冷淡而无情的戒备。孔塞伊坚持认为鹦鹉螺号的船长是那种被世人忽视的智者，他们以蔑视来回因人类的冷漠。这种假设并不能说服我。在他看来，船长依然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天才，厌倦了陆地上的种种失望，被迫躲藏到这片难以接近的领域。在那里，他的本能可以自由地发挥。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假设只解释了尼摩船长性格的一个方面。我们最后一夜被囚禁和下药的谜团。当我准备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平线时，船长粗暴地夺走望远镜的举动。那个人因鹦鹉螺号一次莫名其妙的撞击而受到的致命伤，所有这些都将我的思绪引向同一个方向。不，尼摩船长并不仅仅满足于逃避人类，他那 formidable 的机器不仅服务于他追求自由的本能，或许还服务于某些神秘而可怕的复仇行动。此刻，对我来说，一切都还不明朗。我仍旧只能在黑暗中瞥见些许微光。我必须可以说，完全按照事件的进展来记录。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尼摩船长联系起来。他知道我们不可能逃离鹦鹉螺号，我们甚至不是宣誓过的囚犯。没有任何荣誉誓言将我们束缚在他身边，我们只是俘虏，是披着客人外衣的囚犯。这不过是一种客套的说法，但是内德兰德并没有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他坚信自己会抓住出现的第一个机会。毫无疑问，我也会像他一样。然而，带着一丝遗憾，我将带走船长慷慨的让我们窥见的鹦鹉螺号的秘密。毕竟，我们是应该憎恨还是钦佩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刽子手？此外，老实说，在永远离开他之前，我希望能完成这次海底环球旅行。它的开端是如此的辉煌，我希望能看到地球海洋下积累的无数奇迹。我希望能看到还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即使我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满足这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或者几乎什么也没有，因为我们才刚刚在太平洋航行了6000英里。然而，我知道鹦鹉螺号正在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如果出现任何拯救我们的机会，为了我对未知的热情而牺牲我的同伴们，那将是残忍的。我们必须跟随他们，也许还要引导他们。但是那个机会，它会来临吗？被强行剥夺自由意志的人渴望它，但智者、好奇的人却害怕它。那天中午，也就是1868年1月21日，大副去测量太阳的高度。我走上平台，点燃一支雪茄，观察着他的操作。在我看来，这个人显然不懂法语，因为我自言自语地发表了几句感想。如果他听懂了，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注意的神情，但他仍然无动于衷，沉默不语。当他用6分仪进行观察时，鹦鹉螺号的一名水手就是在克雷斯波岛第一次海底探险时陪伴我们的那个强壮男子走过来，擦拭探照灯的玻璃。于是我检查了这套装置的构造，它的威力通过像灯塔那样的透镜环放大了100倍，并且能将光线保持在适当的平面上。这盏电灯的设计是为了发挥其全部的发光能力，它的光是在真空中产生的，
这既保证了它的稳定性和强度，这种真空状态也减少了产生弧光的石墨电极尖端的损耗，这对尼莫船长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节省，因为他不可能轻易更换这些电极。但在这种条件下，它们的损耗几乎难以察觉。当鹦鹉螺号准备恢复其水下航行时，我回到了客厅，舱口关闭了，船向西驶去。我们当时正航行在印度洋的水域，这是一片广阔的液态平原，面积达5亿5千万公顷，海水如此清澈透明，以至于凝视其表面的人都会感到眩晕。几天来，鹦鹉螺号在100或200米的深度航行，对任何其他人来说，这些时间可能会显得漫长而单调，但对于我这个对海洋怀有无限热爱的人来说，每天在平台上散步，呼吸着海洋清新的空气，透过客厅的玻璃欣赏着富饶的海水，阅读图书馆的书籍以及撰写我的回忆录，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疲倦或无聊。所有人的健康状况都很好，船上的饮食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内德兰德出于抗议而做的那些花样。此外，在这种恒定的温度下，也不用担心感冒。另一方面，船上储备了大量的石珊瑚，即普罗旺斯人所称的海茴香，其珊瑚虫鲜嫩的肉质可以制成极好的止咳药膏。几天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捕足水鸟、信天翁或海鸥，它们被巧妙地捕获并适当地烹制后，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可口的烈海野味。在那些从遥远陆地飞来，在水面歇息以缓解疲劳的大型飞鸟中，我认出了壮丽的信天翁，它们属于长翼鸟类，其刺耳的叫声让人想起驴的嘶鸣。全捕足类则以快速的军舰鸟为代表，它们敏捷地捕食水面上的鱼类，还有众多的热带鸟，或称海燕，其中包括红嘴的热带鸟。它们像鸽子一样大小，白色的羽毛点缀着粉红色的色调，与翅膀的黑色形成鲜明对比。鹦鹉螺号的拖网为我们捕获了好几种玳瑁属的海龟，它们的背甲隆起，龟壳非常珍贵。这些爬行动物很容易潜入水中，并且可以通过关闭其鼻孔外部通道上的肉质瓣膜，在水下停留很长时间。在被捕获时，一些玳瑁正躲在它们的甲壳下睡觉，以躲避海洋捕食者。这些海龟的肉通常味道一般，但它们的蛋却是一道美味佳肴。当我们通过打开的舷窗窥见水下生物的秘密时，鱼类依然引起我们的赞叹。我认出了几种以前没有机会观察到的物种。我尤其要提到的是角箱豚，它们是红海、印度洋以及美洲赤道沿岸海域的典型鱼类。这些鱼像海龟、球鱼、海胆和甲壳类动物一样，都受到一层盔甲的保护。这层盔甲既不是白垩质也不是石质的，而是真正的骨质。它们有时呈三角形，有时呈四边形。在三角形的角箱豚中，我看到一些只有半分米长，肉质鲜美健康，尾巴棕色，鱼鳍黄色。我甚至建议将它们引种到淡水中，而且很多海洋鱼类都能轻易适应淡水环境。我还想提到四边形的角箱豚，它们的背上凸起4个大结节，腹部有白色斑点的角箱豚，它们像鸟儿一样容易驯化。黄鲷鱼长着由其骨质外壳延伸而成的毒刺，它们奇特的咕噜声为它们赢得了海猪的绰号。最后还有单峰驼鱼，长着圆锥形的大驼峰，肉质坚硬而粗糙。从孔塞伊每天的记录中，我还注意到一些属于四齿豚属的鱼类，它们是这些海域的典型代表。斯氏河豚背部红色，胸部白色，以3条纵向的丝状凸起为特征。还有电豚，
身上点缀着最鲜艳的色彩。此外，还有其他属的代表。卵形的鱼，像深棕色的鸡蛋，布满白色条纹，没有尾巴。二齿豚，真正的海洋豪猪，长满了刺，可以膨胀成一个布满尖刺的球。海马在所有海洋中都很常见。飞角鱼，口鼻细长，胸鳍非常伸展，像翅膀一样排列。如果不能飞翔，至少可以让自己在空中滑翔。琵琶鱼，尾巴上覆盖着许多鳞状环。巨颌鱼，长着巨大的下颚，是体长25厘米、色彩鲜艳悦目的美丽鱼类，青灰色的美。鳬鱼，头部粗糙，无数的黑带跳跃喂鱼，长着长长的胸鳍，能以惊人的速度滑到水面。精致的帆旗鱼，它们可以像迎风扬起的帆一样竖起鱼鳍。绚丽的库尔图斯鱼，大自然在它们身上尽情挥洒了黄色、天蓝色、银色和金色。毛翅鱼，翅膀由丝状物构成。杜腹鱼，总是沾满泥浆，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防鱼，其肝脏被认为有毒。洋鱼，眼睛上戴着可移动的眼罩。最后，还有管口鱼，口鼻细长呈管状，是真正的海洋捕蝇鸟。它们配备了一支连沙斯波或雷明顿步枪都未曾预料到的枪，仅用一滴水就能击毙昆虫。在拉塞佩德分类的89种硬骨鱼纲中，以鳃盖和鳃膜为特征。我辨认出了蝎子鱼，它的头部布满了棘刺，并且只有一根背鳍。根据所属亚种的不同，这些动物或有或无细小的鳞片。第二个亚种为我们提供了身长3到4分米、带有黄色条纹的齿状毒疣，但它们的头部看起来非常奇特。至于第一个亚种，它为我们提供了几个这种奇特鱼类的标本。这种鱼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海蟾蜍，头部很大，有时布满深坑，有时则鼓起许多凸起，长满棘刺，遍布结节，还有不规则而可怕的脚。它的身体和尾巴上都长满了老茧，被它刺伤会造成危险的伤口。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怕鱼类。从1月21日到23日，鹦鹉螺号以每天250里格的速度航行，也就是说540英里，或者每小时22英里。如果我们能认出沿途遇到的各种鱼类，那是因为它们被电光吸引，试图跟随我们。大部分鱼很快就被船的速度甩在了后面，然而有些鱼却能设法在船边停留一段时间。24日早上，在南纬12度5分，东经94度33分，我们看到了基林岛。这是一座由珊瑚虫纲构筑的隆起岛屿，上面长满了茂盛的椰子树。达尔文和菲茨罗伊船长曾对其进行过考察。鹦鹉螺号在那座荒岛附近航行，它的拖网捕获了许多珊瑚虫和棘皮动物的标本，以及软体动物门中一些奇特的样品。一些珍贵的海豚螺属的物产增加了尼摩船长的宝藏。我还往里面添加了一种斑点星珊瑚，这是一种寄生性的珊瑚虫，经常附着在贝壳上。基林岛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船向西北方向驶去，朝着印度半岛的顶端前进。文明的土地，那天内德兰德对我说，我们会比在巴布亚的岛屿上过得更好。那里野人比狍子还多。在那些印度土地上，有道路，有铁路，有英国、法国和印度人的城市。我们用步找走5000英里，就能遇到一个同胞。你不认为现在是向尼摩船长告别的时候了吗？不，内德，我用坚决的语气回答，随他去吧。就像你们海员说的，鹦鹉螺号正在接近有人居住的大陆，他正在返回欧洲。好吧，让他带我们去那里。等到了我们的海域，我们再看情况斟酌行事。
此外，我不认为尼摩船长会允许我们像在新几内亚的森林里那样，在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尔海岸打猎。难道我们不能未经他的允许就这样做吗？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我不想争论。实际上，我内心深处渴望彻底体验这命运的安排，他把我抛上了鹦鹉螺号。从基林岛开始，我们的航行变得更加缓慢和随心所欲，并且经常把我们带到很深的深度。我们好几次使用了潜伏舵，通过内部的杠杆将其斜置于吃水线上。我们在 Gimbrissoychem 下潜了2-3公里，但从未到达印度洋的海底，即使是13000米的侧深索也未能触及其底部。至于最深水层的温度计始终显示0°C。我只观察到，在上层水域，浅滩的水总是比开阔海域的水更冷。1月25日，海洋上一片空寂。鹦鹉螺号在水面度过了一天，用它强劲的螺旋桨拍打着波浪，激起巨大的浪花。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把它误认为是一头巨大的鲸类动物呢？我大半天都待在平台上，眺望着大海。地平线上什么也没有，除了下午4点左右，一艘向西航行的轮船在下风处。它的桅杆只出现了一会儿，但船上的人不可能看到几乎与水面齐平的鹦鹉螺号。我想那艘轮船一定属于半岛与东方航运公司的船只，该公司经营从西兰到悉尼的航线，中途停靠乔治王角和墨尔本。下午5点，在热带地区连接白昼与黑夜的短暂黄昏来临之前，孔塞伊和我都对一个奇特的景象感到惊奇。这是一种迷人的动物，根据古人的说法，遇到它预示着好运。亚里士多德、阿特纳奥斯、劳普林尼和奥皮安都研究过它的习性，并用尽了希腊和意大利智者的所有诗意来描绘它。他们称它为鹦鹉螺或 Pompilius。但是现代科学并没有认可它的名称。这种软体动物现在被称为船烧。如果有人咨询孔塞伊，他会知道软体动物们分为5个纲。第一纲是头足纲，分为裸鳃亚纲和有壳亚纲，包括2个科，二鳃亚科和四鳃亚科。它们的区别在于鳃的数量。二鳃亚科包括3个属：船烧属、鱿鱼属和乌贼属，而四鳃亚科只包括1个属，即鹦鹉螺属。如果在了解了这种分类法之后，一个固执的人还将船烧，它是具吸盘的，也就是说，长着吸盘，与鹦鹉螺，它是具触手的，也就是说，长着触手混淆，那就不可原谅了。因此，此刻在水面游弋的是一群船烧。我们可以数出几百只，它们属于流状船烧，是印度洋海域的典型物种。这些优雅的软体动物通过它们的运动管向后移动，它们通过该管排出吸入的水。它们的8只触手中有6只细长，漂浮在水中，而其余2只则是圆形的，像轻帆一样在风中展开。我能清楚地辨认出它们螺旋形波浪状的贝壳。居维叶曾恰当地将其比作一艘雅致的舢板。事实上，这确实是一艘真正的船，运载着分泌它的动物，而动物本身并不附着在壳上。船烧可以自由地离开它的贝壳，但它从不这样做。我对孔塞伊说。就像尼摩船长一样，孔塞伊明智地回答，所以他应该把他的船叫做船烧号。将近1个小时，鹦鹉螺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中航行，然后不知是什么恐惧突然攫住了它们，仿佛接到信号一般，它们收起了帆，缩回了触手，收缩了身体，倒转了贝壳以改变重心。整个船队都消失在水下了。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任何一支舰队的船只都从未如此协调一致地进行过调动。夜幕突然降临，
微风吹拂下的波浪轻轻拍打着鹦鹉螺号的船舷。第二天，1月26日，我们在东经90度越过赤道，再次进入北半球。在那一天，我们被一大群可怕的鲨鱼护送着，这些动物在那些海域大量繁殖，使它们更加危险。它们是菲律宾星鲨，背部棕色，腹部发白，长着11排牙齿，还有眼斑鲨，颈部有一个被白色环绕的大黑斑，看起来像一只眼睛，以及吻部圆盾、带有深色斑点的伊莎贝拉鲨。这些强大的动物常常以令人不安的猛烈势头撞击客厅的玻璃。内德兰德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想浮出水面，用鱼叉叉那些怪物，尤其是一些皱唇鲨，它们的舌头像马赛克一样铺满了牙齿，还有那些长达5米，对他特别具有挑衅意味的大虎鲨。但是鹦鹉螺号加快了速度，很快就把那些最快的鲨鱼甩在了后面。1月27日，在孟加拉湾的入口处，我们几次遇到漂浮尸体的恐怖景象。他们是印度城市的死者，被恒河冲到公海，而秃鹰，这个国家唯一的掘墓人，还没有把他们吞噬完毕，但是并不缺少鲨鱼来帮助他们完成这悲惨的任务。大约在晚上7点，鹦鹉螺号半潜式的航行在一片乳白色的海洋中，极目远眺，整个海洋看起来像牛奶一样。这是月光的效果吗？不，因为月亮是新月，仍然隐没在地平线下太阳的光芒之中。天空虽然被星光照亮，但与水面的白色相比，显得一片漆黑。孔塞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问我这种奇异现象的原因。幸运的是，我有办法回答他。这就是所谓的牛奶海，我向他解释道，一片广阔的白色海浪，在安汶岛沿岸和这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但是，先生能解释一下是什么产生了这种效果吗？因为我想象这些水并没有变成牛奶。不，孩子，这种让你惊讶的白色，仅仅是由于存在着无数的纤毛虫，它们是一种微小的发光蠕虫，呈凝胶状，无色，像头发一样细，长度不超过1/5毫米。这些生物中的一些会相互粘连，绵延数里格之长。数里格？是的，孩子，别试图计算这些纤毛虫的数量了，你算不出来的，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些水手曾在这些牛奶海中航行了40多英里。我不知道孔塞伊是否听从了我的建议，但他似乎陷入了沉思，大概是在试图计算40万平方英里中包含多少个1/5毫米，而我则继续观察着这种现象。几个小时以来，鹦鹉螺号用它的撞角劈开白色的波浪，我感觉到它在那些如同肥皂水般的水面上静静地滑行，仿佛漂浮在海湾中洋流和逆流有时会形成的泡沫漩涡之中。大约在午夜时分，大海突然恢复了它通常的颜色，但是在我们身后，直到地平线的尽头，天空由于反射着波浪的白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浸染着北极光那朦胧的微光。